上集讲到，巴斯接到任务，押送人犯前往红河边，移交给另一个辖区的游骑兵，送往法院受审。而这名黑人杀死了一个血债累累的庄园主，庄园主的家族势力雄厚。这次换地审判本身就令人怀疑，没想到接收人犯的竟然是巴斯多年之前的老熟人，那个杀死印第安小男孩的联军少校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继续讲黄石衍生剧《执法者巴斯里弗斯》第6集。少校的助手正在逗一只野性难驯的母狼，这让巴斯想到杰克逊的命运，倍感担心。少校看到巴斯成为法警，也颇感欣慰。他问起巴斯是不是已经成家立业，是否为了家庭而干起了法警的工作。他告诉巴斯，现在他们俩都配有徽章，巴斯的警徽是铅制的，游骑兵的徽章是由5比索的硬币切割而成。但即便巴斯有了警徽，过了红河也不能抓捕一个游骑兵。巴斯表示自己并不想抓他，但少校说他从巴斯的眼神中感觉到了杀气。巴斯坦言，只是希望少校能把人犯安全地送到法院接受审判。少校却问他是否知道这名犯人所犯的罪，看来少校都知道。果然，少校咬牙切齿地说，杰克逊杀了老庄园主，把老头抓出来像拴牲口一样绑在一棵枯树上，然后不顾老头的哀嚎求饶，从他嘴里送了一颗子弹。少校认为没有人应该这样被杀死，哪怕是曾经的北方对手也不应该死得这么不体面。但那些被老庄园主杀死的黑奴是否也经历了体面的死呢？他当然不会说这些。双方交换了人犯，少校就要出发了。看着关人犯的笼子里关着狼，杰克逊只能跟在笼子后面徒步。巴斯把带来的骡子给了杰克逊。少校喊住巴斯，告诉他自己来南方建庄园时，从地里挖出很多巨大的怪物骨骼，被称为天使之骨，但自己分得清楚什么是怪物，什么是天使。然后他邀请巴斯有时间来自己的庄园做客，说完带着人犯离去。这番话似乎是说，与自己不同种类的就是怪物。回程的路上，巴斯顺道来看望曾经收留自己的印第安女人萨拉，可一切都废弃了。比利说闻到难闻的味道。巴斯绕到房后，看到一个放在旷野中的棺木，他蹲下来哀悼着，想必这就是萨拉最后的栖身之所。连日的赶路让两人疲惫不堪，比利更是抱怨太累了。巴斯决定在下一个小镇休息一下，比利在一边窃喜，小算盘得逞。巴斯自己到酒吧里打发时间，比利拿了本书等待那个爱读书的妓女，还真就让他等到了。两人在小镇上随意地散着步聊天。女人名叫卡莉斯塔，他和父亲曾有一块水土丰茂的牧场。在战争后，一群外来的牛仔赶着牛冲入他家的牧场吃草，父女俩奋力驱赶，双方发生了激烈枪战，牛仔和牛终于被赶走了，但父亲也中弹死去。由于他们先开的枪，法官以故意谋杀罪判处了女人1年半的刑期。服刑出来后，一无所有的她只能做妓女为生。聊完天，卡莉斯塔就把牛仔带回房间，进一步坦诚相待。巴斯在酒吧里一个人喝着闷酒，一点小摩擦碰到了一个德克萨斯州的游骑兵，那人很热情地邀请巴斯一起喝酒。酒过3巡，游骑兵匆匆告辞，留下巴斯一个人独饮。角落里几个人暗暗地注意着巴斯。当巴斯独自来到酒吧外，几个人围了上来，他们是吉姆·韦恩的同伙，二话不说就对巴斯拳脚相加。街上的打斗声引起了比利的注意，巴斯被人抢了枪，一帮人干脆玩起了左轮赌命游戏。Adios, Reeves. 连续2个空枪，第3枪比利终于赶到了，一看救兵来了，那帮人一哄而散。
但最终都被巴斯和比利一一抓住。没想到萨利的初恋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亚瑟匆匆地向萨利告别。嘉年华上得罪的那几个白人小孩让他身处危险中。萨利不理解有什么危险的。亚瑟告诉他，不是每个黑人都有一个当法警的老爹。亚瑟希望萨利跟自己一起私奔，一起去法国巴黎，但被萨利拒绝了。亚瑟告诉萨利自己会在巴黎的塞纳河边等他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埃斯米带着艾德温来串门子，珍妮热情地招待了他们，还留他们吃了晚饭。这次大家相处得很愉快。晚餐桌上正聊得热火朝天，巴斯忽然回来了。他一进门就很警惕地看着这个陌生男人，警告他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。埃斯米向巴斯介绍艾德温，但巴斯冷着脸，连句问候都没有，这让大家非常尴尬。但晚餐刚刚开始，也只好尴尬地继续下去。艾德温又聊起了他的黑人自治区计划。巴斯冷冷地问道：“如果印第安人把土地给了黑人，那他们自己去哪儿呢？”艾德温说：“看看那些源源不断靠岸的白人的轮船就知道，印第安人的土地是临时的，很快白人就会把土地抢走。与其关心印第安人，不如关心黑人兄弟。”巴斯马上反驳道：“自己的职责是保护每一个人，不论他是黑色的、红色的还是白色的。”埃德温一脸嘲笑地说自己从埃斯米那里得知，老庄园主交给巴斯射击，他的儿子带着巴斯参加战争，把枪口对准解放黑奴的友军。现在巴斯又为老帕克法官卖命，所以从始至终，巴斯都是别人的棋子和武器。巴斯反驳道：“枪一直在自己手中，是否扣动扳机也是自己说了算，而且自己经历过那些黑奴的不公，所以现在选择站在法律的一边。”艾德温建议巴斯考虑一下，利用自己的声望为黑人自治区的事情出把力。但是珍妮听不下去了，她直言埃斯米带着艾德温三番五次地接近自己，完全是为了利用自己的丈夫打广告，寻求更多的支持。自己家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广告，只是想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。说完就起身送客。夜晚，巴斯到楼上向女儿道歉，缺席了嘉年华。You lucky you're your mama's daughter. She always say I'm my daddy's girl. 回到屋里，妻子看到他身上的伤，顿感心痛，但又对巴斯越来越少回家感到生气，于是近乎恳求地希望巴斯找回原来的样子。With that light in your eyes. 新的一天，巴斯到法院报到，领钱时少了50元。巴斯询问原因，对方拿出电报称，巴斯送到红河边的只是一双靴子。言下之意，杰克逊已经死了，而且还是死在巴斯护送的路上。巴斯冲下牢房，质问那个讲故事的老黑人桑丹到底是谁。老黑人闭口不谈。这时，其他法警来提死刑犯，绞刑架上不仅有老黑人，还有巴斯抓住的那对兄弟。兄弟的老母亲也站在绞刑架下，看着儿子行刑，暗自垂泪。轮到老黑人时，他突然喊起了巴斯的名字，并说出桑丹就是五比索。巴斯瞬间回忆起少校的话，原来桑丹就是少校。他沉默了片刻。扭头问谢里尔，帕克法官是否会给自己签发一份捉拿游骑兵的授权书？谢里尔笑道：“毫无可能。”清晨，
巴斯独自起床来到客厅给自己倒杯水，耳边回响起少校桑丹的声音。对于一个善良的人来说，每一次杀戮哪怕是正义的都会让人良心蒙尘，而对于那些天生的残暴者，他们不会为血债累累而有丝毫的愧疚，相反，他们会以此为乐，甚至在巴斯所笃定的上帝面前，他们也可能因为是白人而脱罪，就像他们可以利用权力、利用法律的漏洞脱罪一样。Only God can judge me. 好的，剧情就介绍到这里。这一集巴斯的老熟人成了新的对手，少校桑丹是一个才浮出水面的大反派。这个大 boss 藏得好深啊，从第一集开始露了一脸，差点就把他给忘了。上一集结尾亮了个相，这一集荣登本剧的恶人榜魁首。目前看来巴斯一点胜算都没有，而且这个少校也并没有和巴斯产生正面的冲突，甚至还可以坐下来聊天。他给巴斯的邀请现在看起来简直就是一次阴谋，大概率是属于最后的晚餐吧。巴斯其实也可以选择避而不见，继续做自己的印第安保留地的法警，不过看起来他会去迎战的，用他自己的方法解决掉这个杀人如麻的桑丹。本剧是每周更新，现在更新到第6集。喜欢本剧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以免错过观看。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，我们下集见。